到了机场了，我现在去先查询一下信息。我的航班是这个 TC212，顺利的拿到了登机卡，托运了行李，盖了出境章，来到了登机口。现在是 business 舱先登机，但是遇到一个当地哥们儿跟那个登机口的工作人员说，他是一个博主，让他先登，他要记录一下这个航班，所以他们就同意了让我先上。我现在是第一个登机的，哇！坦桑尼亚航空公司。Hello。Just hold. OK。真的是没有想到啊，这个坦桑尼亚航空这个飞机还里面真的还有点像卡塔尔航空的。这里是我的位置，选择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刚这个哥们太有意思了，他是津巴布韦人，但是他的祖籍是这个法国的。他跟这个当地人开玩笑，说是他是个 YouTuber， 所以让他要先上。我不好意思的，这个他说没事，你先上，你可以先去用视频记录一下，看一下真实的这个坦桑尼亚航空公司的飞机是什么样的。这是一个737的大飞机，一共是数个是3排，分为2个舱。我现在是在后面的这个舱，前面没有座椅，很宽敞，但这里是一个出口。现在落地坦桑尼亚的达莱斯萨拉姆机场了。阿古拉马塔塔。我现在已经入境坦桑尼亚的达莱斯萨拉姆了。昨天晚上从这个津巴布韦的首都哈拉雷到了这里，已经是晚上8点钟左右了。那本期视频呢，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入海关的所经历的一些糟心事吧。木然呢，环球旅行这么多年呢，是从来没有说是被海关要过小费或者是勒索过小费。但是昨天呢，这样的事情就是在坦桑尼亚第一次发生了。事情是这样子的，我落地海关后呢，就要到出口要办理一个落地签。坦桑尼亚对中国是实行落地签的，填好了一些资料递上去之后呢，有一个小哥看到我的护照说，哎，你这不对啊，你这是20多天以前你来过坦桑尼亚，然后你出境的地方还是在东非这几个国家，那你这样的话，你必须要从中途必须要回到你的国家，回到你居住的国家，你才可以申请这个坦桑尼亚的这个落地签证。一个小哥呢，就是刻意这样为难我的。海关坐着2个人，一个人呢是这样说的，另外一个呢就是笑嘻嘻的说，没事，你可以帮助兄弟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在唱黑脸，一个在唱红脸。那这样呢，他们肯定是有一个这样的套路的。然后我就跟他们理论，我说那上次呢，我是拿着有效签证到你的国家，那我离开了你的国家，那证明这一段旅行结束了，我去了第3个国家，你不能管说是因为第3个国家又不是你的国家，是肯尼亚或者是马拉维或者是其他的国家，跟你国家是没有关系的，为什么我不可能再入境呢？他说不行，你这个呢是必须要从中途返回到一次你的国家之后，才可以来办理这个签证。另外一个旁边说，哎呀，那你帮忙给我们的兄弟去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嘛。然后他就过了一会儿又说，啊，你这个问题呢也是可以解决的，那就是你要打算花多少代价去解决这个问题。很明显的就是明目张胆的，就是想着要点什么东西了。我说，那你说吧，你说怎么解决？他又想了一下，就说，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你看着给吧。我就说，那如果不给的话呢？他说不给的话呢，就是你反正就是我拿不到这个签证，不给你。
他又变了一个嘴脸。我说为什么？我说凭什么？我给他出示了我的离程的机票。我说我这次来只是为了转机，我只待2天，我不需要待多久，我只待2天我就离开。你看这是我的离境的机票。他拿着去认真的看了一遍，他最后回过来说还不行，如果说你没有表示的话，不给你个签证，就是这么明目张胆。不过态度呢就开始转变了，有点笑嘻嘻的了。那我就说，哎呀，那你想要多少嘛？他说随便吧，那你意思一点嘛，就是给你的兄弟们，你兄弟们帮你忙嘛，你也给兄弟们给点实惠嘛，就这个意思。最后我们实在没办法，兜里最少的是$10的那个现金，就给了$10，钱给了呢，他就态度一下大转变。哎呀，你看，那你到这儿来，我给你90天的签证，你90天的签证是$50，你到那边窗口，就是银行的那个窗口去交款。他给我打单子，他就开始给我打单子出来了，打了一个90天的这个签证，然后等于我是给了他$10，然后又去窗口交了$50，一共是花了$60。那旁边呢有一个姑娘也是同样的问题，她是中国人，但是她不会这个英文，她就让帮我翻译。那个姑娘拿的离境机票是3个月以后的机票，她说是，那你这个为什么你什么时候离开？她说你是3月份离开，你旅游要旅游3个月，所以她就问，她也是故意刁难。那我就说那这个姑娘的问题怎么解决？他说，那你问他，我给他3个月，给他3个月，看他要不要就是意思一点，要不然就是不给。我就问那姑娘也没办法了，就只能那个姑娘又给了$10，就这样子，然后又到窗口交了$50，这样等于$60。$10算是黑钱，他们海关人自己收了的，他就直接拿到钱之后就塞到那个电脑的后面那儿去了，也没有任何的票据，然后就这样子，他那个姑娘也是拿到了90天的签证，这是等于拿到了这个签证，拿到这个签证不是还要过一次海关吗？在过那次海关的时候，那姑娘倒是先走了，那个海关人倒是把我拦下来，你为什么要旅行90天时间？我说我不旅行90天，我这海关给了我90天，我旅行只是2天。哦，他是这样子，那你能不能给兄弟给点什么小礼物啊？你没给我带礼物啊？我说我出来旅游的，我到哪给你带礼物去？他就是想着又是想要钱呢，我就跟他理论了半天，反正他有时候板着脸说，我就笑着给他说，我说不可以，我这实在是没有。他说，那你们这个。那个姑娘她旅行90天，她不工作吗？那你们这是工作吗？不是旅游吗？我说这个旅游90天不很正常吗？对于中国人来说，人家出来旅游90天，人家可以先攒钱呀，把钱攒好了再出来呀，他们可以银行里有存款呀，为什么不可以呢？他说我说中国人的这个思考方式或者是这个工作系统跟你们是有点区别的，你们是现在挣的钱下个月觉得就光了，但是中国人不是这样子的。然后他说，那你有没有礼物给我呢？他又开始让我给他给钱了。我说抱歉，我实在没有，我只待2天。他看我态度强硬了之后呢，他就把护照给我了。我说好了，他说好了，然后我就这样就出了海关了。那出了海关之后呢，因为我就在这里待2天嘛，待2天主要是为了转机，所以我呢就订了机场附近的一个青旅。我出来一看呢，这个地图上距离我住的青旅步行的话大概是不到1公里，然后另外一条路呢，如果车行的话可能是2公里。那出来之后，那些出租车就开始围上来了。其实呢，我当时是非常想着说是走过来呢，但是天实在太黑了。实在不方便，因为在非洲这边的话，晚上，如果一个人步行在外面呢，还是不安全的。我就问出租车呢，他们是过来一个报价都是在2万，差不多折合人民币60块钱，2公里的路哈，60块钱，怎么着都不行，就是60块钱。那我还看到了有一个中国的大哥，他在里面好像是在等人。然后他过来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就给他说了这个，我说2公里，他要2万的当地钱，我说60块钱，我说这个太不合理了。然后那大哥说，
哎呀，不就60块钱嘛，就给他就行了，不就60块钱嘛。哎，其实这样的回答是让我真的是让我大跌眼镜。哎，我觉得就是可能是这个大哥已经在这边多年了，已经被这样的不公平的待遇已经就是已经妥协了。哎，另一个方面可能是这个大哥确实是有钱人，不在乎这60块钱。但是对我一个旅行的人来说呢，在海外的人也不是说是我掏不起那60块钱，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是你在海外有一些权利，你不自己去抗争，不自己为自己争取的话，那你将会失去更多的权利。哎，很多人就会专门针对于中国人，或者是针对于亚洲面孔去提出不合理的要求。但是那个大哥，哎，我一看那个大哥也是说不上话，我就说好吧。我又在机场转了好久，实在没有招了，我就说，哎，一看天越来越黑了，如果越来越晚的话，价格呢肯定只会上涨，那没办法，那就只能打着车走了，就是60块钱。但是呢，在这个途中呢，这个司机呢老是说是，哎，你订的为什么是这个旅馆嘛？为什么是这种青旅嘛？带你去一个更好的地方，说那个地方25美元一晚上有多么多么好。他是例行连着推荐了3次，我说我不去，我觉得住的地方就是住的地方。我看那个青旅网上评价也挺好的，我喜欢住青旅。他又不行，他说，哎呀，那个地方不安全呀，那个地方不安全，那个地方，对外国人不友好，等等等等，他开始就是坑人，说人家这个青旅的不好了。就是又说是不安全的了，我说没事，不安全我也要去，我已经选择了，我要有诚信嘛，我已经定好了人家，我就必须去，要不然你连诚实都没有的话，你还能有什么？然后这大哥看我这么说，他也没话说了。到了这儿呢，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个青旅之后呢，青旅的人挺好的，虽然这个它周围的环境是村子呀是什么，但是也可以，房间还挺干净的，也挺好的。所以说呢，我经常跟遇到的一些外国朋友，我跟他们聊天，我说如果你们来自欧盟或者来自美国，你们的护照说是拿着去环球旅行，大家觉得就没什么，因为很容易到哪都是，很多地方不需要签证，又是免签，又是最多就是个电子签，很容易很方便。所以如果说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欧洲人环球旅行了100多个国家，根本就没有什么，只要有钱就可以。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说是你一个中国人能环球旅行，那个还是非常艰难的事情。OK， 那今天就唠唠叨叨这么多了，现在先去吃早餐。